12.88万能买到一台纯电中型 SUV， 乍一看真的很值啊！就领跑 C10这外观、内饰、配置和空间，怎么看都赚。但是啊，买车不能光看表面，它的机械素质、驾控感受、质量可靠性等等都了解清楚了，你就会发现它还真不一定适合你。说实话，领跑 C10啊，卖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它跟比亚迪元 Plus 一个价，但跟比亚迪唐一个级别，都是中型 SUV， 甚至轴距比唐还长了5毫米，再加上4平8稳的车身造型，所以外观的美丑啊，咱先不说，就这气势啊，乍一看怎么也得20万往上吧。那你再看看它的内饰，隐藏把手无钥匙进入，但是把手不能电动伸缩，就这内饰啊，乍一看也得20万往上走。简约的造型，2块大屏，还有氛围灯点缀，再加上这个黑橙配色，怎么有点理想的感觉呢？再来看看它的内饰用料啊，这里都是大面积的搪塑软包材质，这里呢是有点类似于皮质的软包，包括门板上也都是大面积的皮质包裹，以及软塑材质啊。哪怕是中控地台上，这里的质感是比较硬的，甚至这里呢都是塑料啊，但是并没有给人明显的廉价感或者说是塑料感。整体的内饰质感呢跟理想啊有点相似啊。对于这个价位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咱拍的这台是长续航的低配车型，所以你看到的基本都是标配的，包括这个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和14.6英寸的中控屏。但是高配车型的车机系统是8295芯片，这台低配车型是8155芯片，不过足以够用了啊，毕竟也是上一代的旗舰芯片。无论是车机系统的流畅度还是功能的丰富性都是 OK 的。UI 设计也显得高级了很多，不再是老款 C11 那种大图标老年机的感觉了。关键是智能化配置也非常好用，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语音控制系统。我要听歌。好的。静音。好的，移交媒体静音。打开右侧车窗。注意安全哦，目前正在调节副驾车窗。所有车窗关闭。打开导航。好的。我要去吃朝天锅。暂无搜索结果。打开空调。好的，已为您打开空调。关闭空调。好的，已为您关闭空调。语音控制系统啊非常好用，除此之外，像是全速自适应巡航、全景影像、带电动调节的皮质座椅，以及远程启动、手机无线充电、内置行车记录仪等等的配置，也都是全系标配的。12.3万能有这样的内饰及配置表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台低配车型上连个天窗都没有，感觉一下子就回归价值本位了。而且像是座椅的通风加热以及氛围灯等配置，全系都需要选装，还有抬头显示等，甚至都不能选装啊。个人感觉配置分配上的这些细节啊不太成熟。但是再想想它的价格，你还要啥自行车呢，是吧？它的驾乘空间在同级别中算是中规中矩吧。我们把前排座椅啊调整到了适合我的位置，我的身高是1.83米，它的轴距是2825毫米。然后我们再到后排去试一下，看看它后排空间的表现怎么样。此时坐在后排，我的腿部剩余空间还有2拳左右，跟比亚迪唐差不太多啊，但比 C11 小了半拳，毕竟它的轴距比 C11 短了105毫米。不过这个空间对于我来说也算宽敞，况且在同价位中它是占据明显优势的。后排头部空间也是非常宽裕的啊。咱们的车型呢，它没有天窗，但是它的车窗面积不小，所以呢，坐在后排你不会感觉到特别压抑，同时呢，视野又还不错。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座椅啊，它的填充都是非常软的啊，而且椅背以及坐垫的尺寸都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呢，它的椅背角度又可以调节，所以呢，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乘坐起来都是非常舒适的。这个座椅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后排的杯架呢是在这里的，这里呢是后排的空调出风口。而这里呢，则是一个可以放碗的一个碗架啊。整体的舒适性和便利性都考虑的比较到位，但是呢，它没有后排的充电接口，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但是个人认为，操控性以及驾驶质感是它的主要短板。领跑710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挂，用料也别多想，毕竟价格摆在这里。但是这个底盘的设计以及悬挂的调教功底真的是需要造车经验去积累的。好在偏软偏舒适的悬挂调教能够符合大多数人对家用车的用车需求，而且231马力的后置电机，7.29秒的0-100加速，市区行驶时加速及动力表现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的 2.0T 发动机。咱拍的这台530舒享版续航530公里，比410舒享版贵了1万，但个人建议，如果预算不是特别紧张的话，还是选530的。
毕竟这么大的车，偶尔全家出游，旅行半径也能大一点。总之呢，领跑410的优点都摆在明面上，什么外观好看、内饰漂亮、配置丰富又智能、空间宽敞又舒适。但是如果你想要驾驶乐趣，或者说是底盘质感，那个人建议你多对比一下，多去看看传统车企的品牌吧。我们下期再见。